最大的 iPhone 12 Pro Max 跟最小的 iPhone 12 mini 双机短评测来啦，一样专注在重点对比实测，究竟表现如何？一起来看看吧。我们一样先从盒装看起，重点大家也都知道了，就是盒装内已经不再提供充电器以及耳机。顺带一提，大家在开机时就可以进行 iOS 14.2 的更新咯。而在手感上 ，iPhone 12 mini 虽然一样采用平直边框，一样会遇到平直边框所带来的手感下降，但因为机身尺寸的优势，12 mini 的手感真的非常好。邦尼也知道留言区很多追求手感的各位，手上还用着当年的 SE， 或是说服自己 SE2 的手感也不错，但追求手感的玩家看到12 mini 只有一句话：买爆啊！这才是你的归属。你完全可以轻易碰触到机身的每个角落。但马上就说回来，如果你不是为了手感买12 mini， 而是售价考量的话，邦尼真的不建议说服自己换小萤幕的手机。那12 Pro Max 的手感呢？大概就3句话：拿起来很有分量，无法单手操作，平直边框抵到手掌，影响手感的状况会更明显。简单来说，就是记得现场摸摸时机。但用过大萤幕的你，是不是也回不去了呢？这次我们一字排开 iPhone 12全系列，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看清楚大小上的差异。那大家知道，当你有4只 iPhone 12排在一起可以做什么事吗？没错，就是大喊 Hey Siri， 谁是最可爱的动物？然后直接吵死。其实不会啦，当你有多只 iPhone 同时喊出 Hey Siri 时，其实只会有一个装置回答你的问题，跟 Google 助理是一样的。而今年以尺寸来看，你会选 iPhone 12 mini、12 Pro 还是12 Pro Max 呢？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吧。而在配件选择上，邦尼这次实测的是大家熟悉的 Hoda。先来说壳 ，Hoda 这次推出了全新的晶石玻璃防摔壳，喜欢透明保护壳的朋友不要错过。背面采用2次强化的玻璃背板，相较起透明硬壳，可以更有效的抗刮。侧框的 TPU 则是采用德国拜耳的抗簧材料。大家关心的防摔性能，一样通过了 SGS MIL STD 810H 的防摔认证。按键一如既往的好按，背面的玻璃背板一样有疏水疏油涂层，滑顺好摸。接着是保护贴，一样是大家熟悉的 AGBC 康宁玻璃贴，在抗刮、耐摔及透光性上都会比一般玻璃贴更好一些。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拥有全透明跟窄黑边2种版本可以选择，两者差异就是 DIY 选择黑边成功率会高一点，因为就算贴不好也有黑边可以挡，但都不会遮挡到萤幕。同时包装也随附了安装辅具，可以更容易的在家中 DIY。有兴趣的朋友别错过咯。回到选色上，这次帮你选择的2个颜色还是蓝色。12 Pro Max 的蓝还是很好看，而12 mini 的蓝吗就是中规中矩。12跟12 mini 在蓝色的成色上基本一致，在重量上12 Pro Max 是226克，12 mini 则是惊人的133克。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iPhone 12 Pro Max 的镜组硬体升级，在镜头模组上12 Pro Max 也是比12 Pro 大上了1圈，也可以明显看到12 Pro Max 的镜组其实是很突出的。不过苹果巧妙的采用了3层阶梯的设计，降低镜头的突出感，只是在跷跷板效应上还是比较明显。但邦尼认为，其实镜头大上1圈的 Pro Max 在设计上会更平衡。不知道苹果是因为镜组升级，所以加大镜头模组，还是因为外观平衡，顺便升级镜头模组了呢？好，话说回来，大家有发现底部的开孔也随着机身尺寸越来越少了吗？迷你右侧的2个小点真的有点可爱。最后提醒即将入手 iPhone 12系列的朋友，这次 iPhone 12全系列都采用了全新超瓷晶盾来保护萤幕，拥有更好的防摔性能。不过因为材质特性比较不适合进行弧度切边，所以都变回了平面萤幕设计。比较有感的改变会是超瓷晶盾的萤幕涂层不像以往滑顺，非常容易沾染指纹。在邦尼的12及12 Pro 评测就已经提过，这次的超瓷晶盾更防摔，但一样不耐刮哦。生物安全辨识上同样是采用 Face ID， 短期还是要手动输入密码。萤幕上先来说，一直有人在问的绿萤幕问题。绿萤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 OLED 萤幕在低亮度时，容易因为调光产生色偏，尤其在深灰画面下更为明显。在前面12 Pro 的影片就很多人在问，但当时邦尼手上的机台都还算正常，
所以也跟大家回报，目前手上机台没有类似状况。不过，当然，我们一字排开，这次的12 Pro Max 在显示深灰图片时，色偏就比较明显了。我们也拿出 Note 20 Ultra 放到 Mini 跟12 Pro 旁边，可以看到在画面上会比较接近。不过，当我们把 Note 20 Ultra 放到12 Pro Max 旁边时，这个应该就是真的绿了。不过邦尼是认为不用担心，只要是 OLED， 各家都有一定几率出现类似问题，主要就是每一片萤幕体质不同，在调光时所产生的差异。而偏绿的问题，在低光环境下显示灰色才会比较明显。例如你在看 YouTube， 点2下快进，背景又刚好是黑色时，就会遇到灰色变绿色的状况。尤其最近深色模式盛行，各家的 App 都灰了起来。OLED 面临的挑战也是越来越大了。如果你对色彩比较敏感，或是真的在意的朋友，留意一下就好。明显可见，就赶快走售后吧。接着说到镜头 ，iPhone 12 Pro Max 应该会是今年最大的亮点。搭载3镜头模组，左上角第一颗是 f2.2 1200万画素65mm 2.5倍光学长焦镜头，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右边第二颗一样是 f2.4 1200万画素13mm 120度超广角镜头。左下角则是大家最期待的 f1.6 1200万画素26mm 主镜头，像素尺寸来到了 1.7mm， 采用 Sensor Shift 感光元件位移式防手震。右下角是 LiDAR 光学雷达扫描仪，一样采用 2.5 倍的光学变焦，从 0.5 倍超广角开始到 2.5 倍的长焦，有5倍的光学变焦范围，注意是范围哦，最高可以进行12倍的数位变焦。而 iPhone 12 mini 这边一样少了一颗望远，顶部这一颗一样是超广角，底部则是主镜头，基本跟 iPhone 12一致。关于更多的相机测试，邦尼后续也会带来深度对比评测，千万别错过喽。以下邦尼也提供简单的实拍样张。接着，这次12全系列都可以启动主镜头跟超广角的夜景模式，而 Pro 系列则是可以在低光下透过 LiDAR 辅助对焦，透过邦尼的红外线摄影机，也可以更直观的看到 LiDAR 的运作状况。最后，我们来看一段 4K 30fps 之下的录影测试。邦尼后续会带来更完整的相机测试对比及解说，别忘了订阅，锁定后续的深度评测。最后，我们来看影音娱乐。这次 iPhone 12全系列都是采用 Super Retina XDR OLED 显示器 ，iPhone 12 mini 是 5.4 寸，iPhone 12 Pro Max 则是 6.7 寸，同样支援 HDR， 包含 Dolby Vision、HDR10 以及 HLG。还是再提一下，全系列都没有120赫兹的高更新率，就只有一句话，真的可惜。尤其是12 Pro Max 这块漂亮的萤幕，少了120赫兹，就是有种没解放的感觉。希望下一代可以看到咯。12 mini 跟 Pro Max 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亮度。iPhone 12 mini 支援最高625尼特的标准峰值亮度，以及1200尼特的 HDR 峰值亮度，而 iPhone 12 Pro Max 则是800尼特的标准峰值亮度，一样1200尼特的 HDR 峰值亮度，一样在一般状况下差异有限。以下帮你提供 iPhone 12 Pro Max 跟 iPhone 12 Pro 的萤幕对比。
音效体验上同样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两者都采用双喇叭。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一段对比。好，先到这里，后续的完整评测一样会带来解析。顺带一提 ，iPhone 12系列似乎也有部分使用者遇到跟上半年采用 X55 5G 通讯晶片机种一样的网络延迟问题。手上正拿着 iPhone 12系列的朋友，可以测试回报一下啦。那本期节目就先到这边，邦尼后续也会带来效能、续航及快充的相关实测，也欢迎点击右上角资讯卡查看邦尼的 iPhone 12系列相关评测影片。也别忘了立即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iPhone 12 Pro Max、iPhone 12 mini 深度评测即将陆续上线。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